重点广播村。如果说有什么比种田收菜更治愈的，那就得是养女儿了。有没有哪个女儿是你心头最牵挂的那一个呢？作为孙妈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9款特色各异的养女儿游戏吧。有些真是有点古早，我也趁着这2天冬促全部情怀入库录了点时机，费干又费钱包，还拜托点个小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了。要说养女儿的鼻祖，还得是美少女梦工厂，不愧是创造了 EVA 的公司，伟大它还是伟大的。Princess Maker 系列5代主作品加一个外传， TGS 上还公开了下一作卡莲的一些时机是韩国的版权。另外还有一个同样玩法凌波育成计划，它奠定了养成类养女儿游戏的基础，从小时候开始安排女儿学习打工外出唠嗑，提升各种能力，补贴家用，一起经历一段难忘的人生，搞搞换装，最终根据属性或是特殊事件的选择迎来结局。故事都是奇幻背景，会和公主的设定也有一些关系。勇者收养的天赐之女，想做人类公主的精灵，失忆的公主候补等等各不相同，细节拉满，甚至连保存都会有单独的片段。而每一代结局都很多，不过都是养女，也都有附加的结局。1代比较简单，现在玩纯就是补票。2代开始会上点强度，甚至得开局先种几天地才能保证不饿死。星座血型会影响角色，属性是多的离谱，要搞健康管理影响身材，气质到位才能拜访更多 NPC 等等，是那种打结局要对着攻略一步一步来的程度。还有国王的新装也是尺度离谱。 Steam 有 Refine 和韶光2个版本，都是全配音。韶光的动画有重绘，可以调分辨率，有画廊等等，游戏本身没什么区别。而再往后的几座也都是比较复杂的。3代的故事比较特别，要以成为公主为目标， Steam 看评论有 bug 是慎入。4代很多人觉得是故事最好的一座，女儿是魔族和人类的混血儿，会和很多小伙伴共同成长，而我们的选择也影响着世界的未来，可惜 Steam 还没有重置。而5代则是有了全新风格的画面，有丰富的友谊恋爱系统，可以自己主动去约会，谈个对象回来等等，也有一些数值操作上的优化，玩起来也更加舒服。就是8年按周行动，一局真的很漫长。而 Steam 很久了也没有中文，纯是正版受害者。和它类似的必买之作，游戏只有42回合，但我要给它完整一生的火山的女儿，可以说是集美少女梦工厂系列的大成。从6岁开始，能够额外享受更可爱的4年时光，有10几个可攻略对象，可以聊天、写信、约会，有双人后宫结局。带娃外出有各种场景，算术、打牌、赌马各种的小游戏，还能种田、演戏，有装备、战斗、天赋系统、骑士团等级等等。除了日常故事，也会有个更宏大的背景故事要逐渐解锁，玩法是非常的丰富。而在养成数值上，整体是简化的，不用过于为了5斗米折腰，还有对父亲的评价概念，最终可以得到一个夸夸。50多种结局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同样是职业、恋爱双结局分开结算，一周目4到5个小时，但全收集内容是非常的多，也不用累到吐血。多周目可以继承属性，每次最终结局前还能做选择，方便刷更多的剧情。新史地，而且有 C 细胞免费下载赠送。类似还有比起养女儿更像是养妹妹的蓝岛物语，作为男爵的男主在战火中捡到了没小多少的失忆少女，成为了他的监护人。游戏有双主角的概念，虽然平时干活学习都是女主，但外出剧情这些都是2人一起，很多的对话对象也是单独对着男主和女主没关系的。而最终除了主线的故事结局，也有2个人分别的恋爱结局，还是没有血缘关系也可以凑成一对。而养成上作为神女，除了钱、行动点，还有神技，也就是 MP 的概念，可以研究物品、换材料、换钱，增强学习能力或是提升技能等等。另外还有个小特色是可以剪头发，甚至剪了双马尾，过段时间它还会长长。即将推出2代，也可以关注一下。可爱又便宜的电子宠物游戏《勇者诞生》，顾名思义就是养育从蛋里孵出来的勇者女儿，在蛋里要遮风挡雨防野兽，小时候要照顾她吃喝拉撒，长大后要给她训练搞装备，踏上勇者之路，打小怪打 BOSS， 最终打败要吃仙子的青蛙大魔王。
像素画风除了纯黑白，也能调喜欢的颜色，可以完全放置在后台，到了时间安排下工作，打下 BOSS， 也能自己全程参与，玩点 QTE 小游戏加快速度。还有个内置钓鱼游戏，可以摸摸鱼，不过体力用完要8小时恢复满。可以买咖啡加速，而玩小游戏一次减30秒，是玩到天荒地老。另外，目前的版本打完大魔王会启动2周目，从头开始，没什么转身羁绊的感觉，有点失落。是今年的新友，看上去作者是考虑改的，原价就10块钱不到，挂一挂玩个新鲜。下架4年又打赢了国区复活赛的中国式家长，从婴儿开始养娃，上小学上中学，高考成人，再生个娃，传承后代，代代培养。有特色的挖脑洞、攒点数和考试小游戏，而整体的设定都是打真实项的，上语数外理化各种课程，去春游玩跳皮筋，看电视放松心情，竞选班干部，过年收收红包，给父母攒面子，换小玩具，参加才艺大赛、作文比赛，或是偷偷和送你习题集的学霸谈一个爸妈不让的早恋之类。而有的比如画38线之类的小故事，还能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有过一样的童年。同样也是量大管饱，350种特性，150个职业，几十个同学朋友，可以看到每一代的考试成绩、成就、家庭，还有新的传家宝。随着代代相传，大概总能激出一个满分娃吧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很久没有玩过，有时间可以重开一波，体验一下。同样是养中国娃考大学的学生时代，目前开放了一个免费序章，它更加的真实，吃菌子一样，脑洞巨大，有更多的小游戏，也有更多交友、谈恋爱、看故事的内容。有8个从小就跟你青梅竹马的小伙伴，可以出去玩、送礼、拉小圈子玩游戏，甚至看 QQ 空间开尊贵黄钻，留言换皮肤、换背景音乐。序章是直到小学结束，你很难想象后面还能搞出什么来。当然，单纯做朋友也有属性加成，不白做。而养成上手就是 MBIT， 还有价值观、性格、状态等等。每天回家学习很简单，按学科做做作业，搞搞复习，就能直接反映到成绩上。提升排名可以多挣零花钱，另外也要锻炼身体，选一条体育专长分支。而他这个学习是真的学，数学等级高了，这个小游戏会越来越难。而这个期末考试甚至要做英语完形填空，还有自己可以给自己打一点自评，和家长讨价还价，打卡牌，各种小游戏，故事也是多的离谱。 demo 就体验感拉满，就是相比养女儿更有一种在养自己的感觉。原定24年底上线，可以试玩一下星月蓝墩墩，应该25年初就会有了。而中国式家长还有个外国同款青春序曲，我玩了一代，大概玩法是差不多的，会有个硬塞的主线故事，有个小伙伴一起陪伴长大，但没什么中国人懂的梗，乐趣就少了很多。此外，日常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探索，发现新的故事，买东西、打工或是娱乐项目，小游戏也更简单一些。父母或是自己的伴侣都能选同性，而且有的想法跟中国人真的不太一样。我都快高考了，我爹妈还让我出去多打工，帮助他人，我也不是特别的理解。喜欢中国式家长的玩法的话，可以低价尝个鲜。治愈反战主题的《我的孩子生命之泉》，这个是同理心太强不能玩的游戏，养成的部分不算很多，但它交互的仪式感非常的强。喂饭、洗澡都是第一人称视角，那个第一口饭亲口喂下去的感觉一出来，你就算陷进去了。你需要扮演一位普通微穷，要在加班和陪孩子之间选择的单亲父母，领养一名在荒诞的生命支援计划中诞生的无辜德国混血儿童。而在战后和平的被侵略国中，我们照顾他的衣食起居，给他念故事、补衣服，一起过节、外出游玩，同时也要保护他免受伤害。但作为普通人，我们更多也只能陪伴他，一起经受周围的冷嘲热讽，甚至是暴力欺凌。根据选择的不同，会有多种结局。温馨当中加了很多的痛心，剧情玩法、画面都很优秀，是很值得一试的。就是哪怕已经知道剧情，明明觉得自己选得很好，但还是让卡琳的心更硬了的时候，是有一点高血压的。总有猪要来拱白菜的《魔女之泉》是要看故事走剧情的 RPG， 4代5部作品，
主线都是作为被人类欺负的可爱小魔女，历经艰辛，感受世间险恶，收获友情爱情的王道故事。在从懵懵懂懂到一棍子9999的过程中，亲手收集材料，做各种料理药剂，驯服宠物代步，打造强化装备，合成寻找魔法石板，还要做各项训练，为了完美玩各种小游戏，就是老母亲的一路艰辛。战斗是回合制，不难还能调难度，而故事友情的部分非常的可爱温馨，必选的感情线嘛，那就是女儿自己选的吧。而 R 作为一代故事的重置，移除了100回合的限制，不用担心 bad ending。 Steam 可入的还有3代的 Refine 移植，其余几座就是手机或是主机的版本了。那么这次有喜欢的游戏吗？感谢收看，我是冲田狂魔酸，下次再见了。